好，今天要来关心是10月10号台湾的国庆大典，我们要来看到赖清德总统发表了演说谈话，特别提到说要打造台版的铁穹防空神话吗？等一下我会一起来关心。另外，这边还宣布说，来自于美国的说法，希望台湾的军费能够冲到10%，但是军购的部分，我们买的武器到现在都还是迟迟的延宕。台湾会不会成为美国的提款机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今天的国庆大典哦，这个赖总统发表了这个谈话，火力全开。当中我们特别关心到他全文提到台湾一共是51次，创下说是近年来的一个最新高的纪录了。但是针对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台湾等等，只有各2次而已。他特别也发表了一个谈话，他说二战的结果也告诉我们说，侵略必败，团结必胜，宣誓将会加速打造台湾之盾，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款武器哦。那么今年呢，他也特别讲了，明年呢，他也特别讲了，国防预算会按照北约的标准，会跨过 GDP 的3%，并且呢，台湾在2030年前会达到 GDP 国防支出达到 GPT 的5%。他说会成为盟友信赖的安全合作伙伴，并且强调了会共同排除红色供应链。好，我们先来看一段赖清德的最新谈话。加速打造台湾之盾 ，T-Dome， 建构台湾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好，刚刚听到的是赖清德的在演说中的一段谈话。先请教节目开始，请教大使怎么看这一次的演说？被视为是对美国示好，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是这样子吗？那接下来的两岸关系跟美台的关系会全面升温，还是可能会全面激化？您怎么看？对，我想基本上是对美国示好，因为他谈到台湾将来的经济发展整个产业的结构这个转型还有要跟世界接轨，要到这个要怎么样对世界的经济做出贡献。我想我们台湾的经济对自己台湾人做贡献就够了那对世界做出经济贡献，是不是表示我们台湾的很多产业要把生产基地移到世界各地这个是一个对台湾经济来讲并不是很好的。可是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美国人听了会很高兴，因为美国一直有一个深深的忧郁，就是说，这个台湾掌握了世界所谓的这个成熟、先进制程的晶片的比例太高，几乎是90%以上。那这是我们台湾人过去几十年努力的成果对。那今天变成我们有这个技术，好像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讲他觉得影响到他的安全。那也可以跟我们商量着办，不是就是说直接我们台积电要怎么样5-5分。这是美国的这个商业部长讲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人的资产，美国人要的话，那我们应该起码用一种商量的办法，还是要以我们台湾这个经济的利益为主。那你今天讲了，我们台湾的经济要对全世界做出贡献那这个政策，我觉得是要值得好好深思的那另外这个军事上面很清楚的就是说，要跟中国加强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嘛。那这些都可以做，可是要花很多钱。那到底要花多少钱？那它应该有一个实际的数目。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应该就感觉到台湾在加强军事力量，那么增强两岸，就会加强两岸这个军事冲突的一个代价。好，刚刚大使帮我们特别提到，所以说从谈话中可以听到，他就是赖清德希望能够来加强在军事上面的力量。那当然了，赖清德总统他也特别提到了台版的铁穹，大家就拿这个台版的铁穹来稍微跟以色列目前的铁穹来做一个比较，因为以色列的铁穹有3层的防空网嘛。我们来看到第1层、第2层跟第3层，分别是这个铁穹。那它一开始拦截的对象是这些短程的炮弹跟无人机，第2层是大卫投石所，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比较中程的导弹跟巡弋飞弹，再来就是远一点的箭式了，可以挡住的就是中长程的弹道飞弹。我们现在来看，是台湾目前拥有的是天弓跟爱国者防空系统，真的要跟以色列的3层防护网来做比较的话，还是有所差距的。不管是技术门槛，不管是成本，或者是在部署空间，都有它的困难性。能不能真的打造完整的3层防空网？就军事的角度，请将军来带我们看。我觉得总统讲这种话是不负责任的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于
你这套理论什么它打造台湾铁穹，我觉得到最后就沦为这个海鲲号2.0版。那我们怎么讲呢？一个国防建军，首先第一个要考虑的是敌情威胁，然后第二个要考虑到我军的状况。我军的状况包括到这个我们经济上面的能力怎么样哈？我们财政状况、我们的科技还有我们生产能力做得到做不到？那我就这几点来跟各位做分析。第一个，我们讲敌情威胁。那敌军来讲的话，现在来讲，它很明显的，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以色列这3层防护网来看的话，第一层如果短距离的这个它拦的是炮弹是无人机来讲的话，那试问一下，这个解放军现在的敌情威胁是这个 PHL 箱型火箭炮，射程400公里，它随便这个摆个几门上过来就是就是数百发对着我们台湾西部海岸，那我们有可能去拦截吗？第二个来讲，第2层大卫投石，这个当然是比照我们来讲是这个爱国者2号或爱国者3号。那这次我们在长春航展之中，我看到解放军将它原有的这种歼7的这个歼击机改成歼7的攻击机，每一架战机上面携带6枚的500磅的炸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2000架的过来，我们有多少的这种防空导弹，有多少的爱国者2跟爱国者3可以拦截？第3个高空拦截，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说是研发出来叫强攻系统啊，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那以色列是剑4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说研发出来，但是还并没有量产。但是我们相对的，如果解放军的敌情威胁来讲的话，它用的都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这次所看到的这个在93阅兵，我们看到它这个攻击，它已经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说已经不针对我们台湾了哈。它不管是鹰击21、鹰击12等于，或者是轰6所携带的各式的导弹，这个速度都是超高音速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台湾现在来讲的话，针对于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拦截？以色列建立这3层防空网，它主要针对的是哈马斯游击队，或者是顶多就是伊朗的空对空导弹，这个来拦截，那可能还有一些效果。可是我们台湾面对的，这不是哈马斯那种游击队，我们面对也不是伊朗，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大陆这个很强大的军事力量。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有可能构建那么强大的这种防空国网吗？我相信连川普都不敢讲这种大话。那赖清德你敢讲这种大话？做得到做不到？那你要具体跟我们老百姓讲啊，你不能光画一个大饼给我们听啊。好，所以台湾要打造这个所谓的台版的铁穹，能不能打造防空神话王？这个打一个大问号。毕竟我们现在看的对面就是解放军。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了在台湾的国防预算上面呢，在这一次也特别提到了，是说这个美方希望台湾能够达到 GDP 的10%。那赖清德目前是说他希望能够2030年达到 GDP 的5%，不管是5或10，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跟美国买的武器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在延宕，尤其呢，我们跟美国采购的66架 F-16的战机，本来是说明年就要完成交运了，但是现在传出最快今年底只能完成6架的测试而已，军购会不会成为未来最大的漏洞？花了这么多钱跟美国买，到底怎么一直都拿不到货？将军怎么看？我们编了那么多的国防预算，可能就是为了买美国的这些的库存的武器装备啊，出清存货。把这些仓库空出来吧，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是采取3步政策。那我们现在看呢，我们不要认为买到菜，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它3步政策，第一个，它不会卖尖端的武器给台湾，比如说我们争取了 F-35，争取了10几年没有卖 ，P-8A 的海神式的反潜直升机、反潜侦察机也没有卖，对，空中加油机1架都没有。还包括 Link 22，我们 Link 16都不完全，更不可能卖 Link 22给我。现在所有的这个我们叫的北约组织全部都 Link 22啊，我们现在还 Link 16，怎么样来共同作战？没有这个共同作战图像不一样啊。所以第一个，它不卖高科技的这些高科技的军装备不卖；第二个呢，它不依时程来出货。像我们所讲的 F-16V， 我们买了66架，今年2025年要到33架，那到现在为止只有2架。那明年要交33架，总共66架。我看明年66架要整个通通到位，非常困难。他没有按照时程来出货哦。这个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MQ-9B 海上卫士的这个长航程的无人侦察机，无人的，
应该明年就要完全交货啊。到现在为止，连地面的这个影像处理系统都没有到位哎，那空中的装备更不要去说了。我看明年困难度也是存在的，所以他没有按照期程交给我们。你看那么多的问题，那个尖端的武器装备还有个 E2D，因为我们拿的 E2K， 美国已经不用了，我们一定要买 E2， 因为 E2K 是没有办法 link， 但是 E2D 可以，但是美国不卖，所以可以看不给高科技，不按时交。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美国不支援、不支持台湾的太空，尤其人造卫星、太空科技，这是台湾最需要的。因为从太空中对这个只管通勤监侦这一方面是有它的一个优势的，结果没有。我们台湾这一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短板，也请美国来帮忙，美国从来不帮忙。所以我们现在是拿过时的装备打未来的战争，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不是钱的问题，是要打破美国的3不政策。是，那这个才是目前的最重要的事情。好，现在看到的是台湾在军事武器上面的弱点，急需要被加强的之外，其实美国的智库还点出了不仅仅是台湾战力或者导弹这些到底足不足够的问题，台湾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几乎100%都是仰赖进口能源的，所以真的也不用打起来。中国大陆光是封锁台湾，那么液化天然气的库存就只够台湾用11天呢。光是这11天而已，就可以导致不管是发电、工业的产出都全面的瘫痪。该如何解决？杨老师，目前我们的电力结构LNG 也就是液态天然气占42.41%，燃煤占39.31%。其实这个是去年年底的数据，因为那个时候核能还占4%，现在没有核能了，所以这2个数据一定都会再提高。但再怎么提高，就表示说 LNG 占将近台湾的40%到45%。所以如果一旦被封锁，中国大陆可以用防疫的名义做在国际法上或国际安全上，其实很多国家就可以有理由不介入的这种做法，来把台湾的就是 LNG 的这个进口。目前我们的进口只有2个港口，一个是台中港，另外一个是高雄的永安港。也就是因为它需要港口周边的就是储存槽，所以呢，它只能大概就推断11天。也许一旦封锁发生，我们可以在民生上或者是一些基本的工业上先停止使用，就比如说大家不要开车了，对，加油站也没有油了，只提供给军方的，你最多也就是拉长个1个礼拜不到的时间。而我们的经济部长面对这个智库的问题的时候，龚明鑫他居然怎么回答？他说：“我们现在努力，2027年努力达到14天。”这是什么政策，什么愿望啊，对不对？所以11天跟14天的差别在哪里？因此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的两岸的冲突更要从一个如何在政治上防止战争发生，或者是类似的冲突封锁发生，变成真的。因为台湾的防御能力就跟这个台湾之洞这个